这个主席，然后刘振华请他来，让他帮他画画，然后他很有自己的那个气节，然后就不给他作画。也就是达官显贵求之不得，贩夫走卒以求必应。林产之曾经称赞他，就是人间懒和尚，天外寿书生。我今天带来也是新安画派的一位画僧，画的画，画僧的画，应该是中国最后一位画僧。画僧里边，青州四僧是非常出名的。是的。那么我们和安徽有关的僧人画画呢，最厉害的就是湛江弘仁。那不会是弘仁的吧？要不咱先亮宝看看。哇，是一幅非常清秀壮丽的山水画啊！这幅画您是怎么得来的呢？机缘巧合，然后有机会把它收购回来。大家觉得第一印象怎么样？这画的好像是山还是竹子嘛？小桥流水人家呀，就是那种意境感比较强。这是蓝屋的，印章都在这的。蓝屋就是川美山水，也是走的黄明宏、林三之他们这一条道路，但他的东西在安徽呢量少。这一幅应该是我目前看到就是懒僧字提的最多的一幅，所以我想再来看一看。懒悟，他是近现代可谓也算是最后一位和尚画家，出生在河南省的黄泉县，3岁上父，在5岁的时候，因为母亲养不起，被送到黄泉的远夺寺。天资聪慧，这个诵佛抄经的同时，一边学习绘画。24岁的时候，考取了福建闽南佛学院。解放后呢，被相关部门又请回我们合肥的明教寺，在明教寺主持。我觉得他这个名字非常的随性，很少有人用懒字起名字的。实际上呢，他的俗名呢原来叫李继承，送到寺庙以后呢，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叫小悟。那这跟懒也没有半毛由于钱的关系。到中晚年呢，对生活比较懒散，有人说不好洗衣服，不好什么洗脸之类的，这个无从考证。但是呢，他呢不屑一顾啊。随即就把自己的小悟改成懒悟。而且他的人格魅力也十分的独到。抗战的时候，日本人威逼利诱，自己自残受伤，以至于不能作画。日本人也很无奈。安徽省的这个主席，然后刘振华请他来，让他帮他画画，然后他很有自己的那个气节，然后就不给他作画。也就是达官显贵求之不得，贩夫走卒以求必应。林产之曾经称赞他，就是人间懒和尚，天外寿书生，对懒悟和尚的人品、画品的高度赞赏。再看这幅画面啊，刚才这位年轻的常友说这幅画的这个题字多，确实分3个段落来题款，而且不同时间都盖了有印章，总体这个书法写的干湿浓淡，而且这个非常有个性，因为他的笔墨筋道，是难以模仿的，你想学很难，因为他是吐笔散锋。常人写字就是把毛笔捋尖了写，对。然而呢，高手他就把它打开，洋洋洒洒。你捉摸不定，非常的洒脱。这一种技法一直都在沿用。但是常人难以驾驭。懒悟对清初士绅的画，对宋元的名画研习的非常的深厚。结合他自己的这个对艺术的一个追求，确实这幅画常人难以触及。所以说这幅作品呢，经综合分析啊，这是一幅近现代著名画僧懒悟和尚的山水图真品。艺术是无价的，文化是传承的。是的啊，希望你好好收藏。今年鉴宝成功，送上华域之门的收藏证书，恭喜！今天带来什么宝贝了？带来了一条黄河大鲤鱼。黄河大鲤鱼几斤呢？3斤起步。看看是红烧呢，还是给它清炖了？那我们看看你这条大鲤鱼。哇，确实贵的，确实够肥美啊！光看着我都有点流口水了。
但是这确定是我平常吃的鲤鱼吗？但是我总觉得像鱼又不像鱼，怎么我这个怪怪的？它这个鱼头总感觉还挺霸气的。我看这个鱼好像是龙头，这尾巴身上这个鳞片确实像鲤鱼。这到底是龙还是鱼啊？就一半是龙，一半是鱼的感觉。应该是鱼化龙。鱼化龙，就是有一个神话传说，这个鲤鱼跃龙门的时候啊，那么有一部分这个鲤鱼呢，就误食了这个龙珠，吃了这个龙珠以后啊，就变成了龙头鱼身，所以这个神话传说呢，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？鳌鱼，也就是我们说独占鳌头，就是金榜题名的意思。寓意很好。第二呢，这个鳌鱼啊，还是可以防火防灾的一个功能。有这么多讲法啊！哎，那神奇的很哎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很奇怪啊？它这儿有2个孔，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可以被穿系穿起来？哎，我把它穿起来之后呢，也轻轻的敲过，那个声音很脆，很好听。你今天带绳子了吗？哎，特意带了一根。呀，那给我们穿起来。有备而来。哎呦，这个绳子经我鉴定是根鞋带子。临时带来一个。我看您这里还有一张，这个是拍卖的记录哎。我是在英国伦敦，当时花了8000多的欧元拍下来的。哦，哪一年呢？14年的。当年这个合了8万人民币左右买的。哎，对，8万多。今天看亏不亏？哎，看看行情怎么样。那如果亏了，老婆回家怎么样？老婆说了，以后零花钱就没有了。啊。这个座子一看就比较新，跟这个时代都不符，是后配的一个座子。这个鱼的这个形状呢，是一个玉磬的形状。其实它这个原来呢，这件东西呢，应该就是挂起来的。可以敲击的。是可以敲击的，能发出悦耳的声音。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啊？漂亮漂亮，很清脆的，很悦耳的。那以前的它算是乐器了。磬它是乐器，但是这种玉的这个磬呢，一般它是装饰，它能敲击，能发出悦耳的声音，但是它并不是当乐器来使用，只是这个形呢叫玉磬，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玉磬形配。我们一般见这个鱼化龙啊，或者叫这个鳌鱼啊，玉的呢也就是8公分啊、10公分那么长，或者当一个小摆件。你像这30多公分了，这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。听老师这么一讲，我心里有底了。哎，这个零花钱肯定要翻倍了。我看这个包浆，就肯定是有年份的。大家看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应该是明朝左右，明朝。我认为应该是清早期的东西，而且是工程件，因为一般老百姓不大能用得起。我是希望它越早越好，越早它越值钱。在国外买的呢，也不一定都是真的。我们第一呢，看这个玉料，它是一块和田玉的玉料，虽然不够白，是青白料，上面呢还有一点黑点，有一点玉花，从玉料上来讲属于一般。但是呢，这么大，一般来说大件的东西啊，很少有就是特别好的玉料的，好的玉料都是小件，所以这件玉料呢算和田玉中的中等。这个雕工啊相当精美，特别是龙头啊、纹饰啊，雕刻的都非常好。我们从雕刻的细节来看呢，阴线的里面啊，我们能看到这个老的清代的这个水镫工艺，而不是现代工具雕刻的。包浆啊，感觉特别的厚重。那么综合以上几点，这件呢是个清代的鳌鱼玉磬的真品。那现在就剩一个问题，看它是升值了还是贬值了？对。这2年呢，这个摆件的行情啊，不算太好。现在大家呢，普遍呢喜欢挂件，可以挂的，可以佩戴的。那么我们给你一个合理的市场参考价，人民币，10万元。没亏，最起码赚了，是不是？那以后还是有零花钱。对。好，恭喜您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，恭喜！好，谢谢。欢迎您，大哥。你好，你们好，我来自江西上饶。上饶。哟，我看您今天穿的衣服很中式啊，一看就很喜欢传统文化。我收藏也有1-20年。收藏之路都这么久了。专门收藏青铜器的。那您今天带来的宝贝肯定不一般。
我看华裔之门整整15年，今年在不上班了，今年退休了。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拿来鉴定过，在这跟着你们跑啊。那您家里有多少宝贝？家里大大小小可能100来件有的吧。100来件，那家里人支持吗？支持的，条件就是说要我收藏是真东西，千万别把钱浪费掉了。所以说今天来我们华裔之门也是有一个目的，看看您对之前10几年收藏的宝贝到底有多少是真的。看看毕业没有，拿到了证书吧。感谢您对我们华裔之门的支持和厚爱啊！那我今天看您带了，这是一对造像。这种花了1万多，这种少一点，这里大概9000的样子。哦，那大家伙知道这2尊造像是谁吗？不太了解，但是我看这个可能年代有点久远。怎么看出来它年代久远？你看上面那么多灰尘啊！这个包浆，包浆，对吧？感觉应该像是唐代之前的，像是那个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的东西呗。我感觉应该是明清时期的吧，应该是可能。这边一个我感觉像唐朝的，因为唐朝以那个丰满胖为美，他那个脸很饱满。我觉得也比较久远了，因为他的那个腿都已经就是包浆发光了。我认为这个是观音像，清初的，这个是明的，但明到明中期还是明晚期我就不知道了。先说这一尊，这位女士刚才讲有点像唐代的，是不是感觉到她这个发冠有点像唐僧戴的那个发冠？是的，对。其实这个发冠呢，后来的各个时期都有戴，单凭这个来判断它的年代，这个是不准确的。那么这4个呢，像座子一样带4条腿的这种制式呢，它就是明代流行的制式。然后呢，从铸造方法上来看呢，它是铜佛像嘛，它铜佛像里边呢，主体部分有一个生锈的像铁钉一样的，这种铸造方法呢，也是流行在明代的铸造方法。那么这个佛像，它这个面相是端庄，微微的有笑靥，是吧？是的。这是谁呢？这是地藏王菩萨。大家去寺庙里边，这个烧香的时候，可能会看到地藏王殿啊，它的制式一直在变化，有些是没有戴法冠的就光头的那种制式的但这个呢，就是流行在明代时期的这个地藏王菩萨的造像形制之一。然后咱再看看这一尊，它是个观音造像，他手里边抱的呢是一个花瓶这尊刚才讲到，老先生说这个是清早期的，您的判断依据是怎么判断它是清早期的呢？花瓣它上面有卷草纹，如果是明代，它这一个圈都有的，它到后面这里中段了，这个都属于轻的。再一个这个莲花瓣呢，它很突出，鼓起来的。这个判断依据对不对呢？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更重要的还要看一些铸造方法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面呢也有一些铁钉绣的这种状态？那么这个是流行在明代这个时期的一种铸造方法。这个铜是合金铜制的。那么地藏王菩萨这个铜呢，你看磨损出来也是合金铜制的，它其实更符合是明代的铸造特征。所以您带来的这2件呢，都是非常开门的明代中期的传世珍品。哇！恭喜您得偿所愿，大家也可以估计一下它现在市场表现怎么样。观音的像工艺可能复杂一点，3到5万左右吧。然后那个地藏王菩萨呢，我感觉工艺稍微简单一点，可能现在2到3万吧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2尊造像有一个是不完整的？我感觉这个发冠这是不是也有一点区分？这个非常明显是一个新的断茬。如果是这个是完整的话，那么它的估价应该在2万块钱，这个它的估价在1万块钱。好，